是不是？啊！你们玩游戏为什么要拉上我呀？是不是你们玩到床上，还得我跪在旁边给你们伺候着？你说什么呢你？我跟苏明就是青梅竹马的朋友关系，我们要是真有什么，我至于给你生孩子吗？再说了，我生孩子你不关心我就算了，还一直在这闹，你就不知道哄哄我吗？哄你？一局游戏，一条人命，为了融入所谓的富豪圈，你亲手害死自己的亲爹，你哪来脸让我哄你？你有病吧你！我爸都一大把年纪了，你就不能嘴上积点德啊？看见没？这是我特意在国外给你买的生日礼物。我本来想着昨天就回来给你庆生，结果航班取消了。不过晚一天过生日也没什么吧。接下来关注天气，接下来白天到6点继续发布。哎呦，真可惜，乔姐跟苏哥差点就亲到一块儿去了。阿明，我们玩下一个游戏吧。乔姐，你这么会玩，怀着孕还到处疯，你老公不说你什么吗？他敢说什么？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他连个屁都不敢。真心话大冒险来喽！大冒险，给她老公打电话，让他马上来。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这种台风天气，怎么不可能？我一个电话，他必须马上过关。喂，秦昊，我好像有流产的迹象，你快过来！牛逼！牛逼！牛逼！我好像有流产的迹象，你快过来！曹主任，谁呀？这么没礼貌，说一句话就挂了。小李，继续给我女婿做阑尾炎手术，我女儿出事了，我马上来不及。哎，乔主任，外面那么大的雨。我是他女婿，爸！对不起，秦医生，我尽力了。乔主任恐怕撑不到1个小时了。阿豪，这是我们乔家的金针。去保住小友的孩子啊，要不然她再也当不了妈妈了。我会的，我现在就去找校友，你撑住。去，我很快就带她回来，你一定撑住。小雅，看来你老公也没那么爱你。这次大冒险是你输了，你想怎么被罚呀？你放心，只要我一通电话，就算天上下刀子，他也会。
你怎么还敢喝酒？你不是说你有流产迹象吗？你有病吧？你咒我流产，你可真下头！你看不出来我们是在玩游戏吗？行。这是对你迟到的惩罚。秋雅，你拿你肚子里的孩子开玩笑，你知不知道爸担心你流产，在赶回来的路上。滚啊！秦昊，我今天是给苏明过生日，你不准备生日礼物就算了，你还拿着我爸的洗手泉，你找什么晦气？瞧瞧你现在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哪里像个男人？秋雅，我不跟你吵，你跟我回医院，把他震出事。秦昊，小雅就陪我过个生日，你就算争风吃醋，也不至于咒完自己的孩子，咒老丈人吧？秦昊，你不用总拿我爸当挡箭牌，我不过就是陪苏明过了个生日，但你至于咒我爸死吗？你也知道，我爸对你像对亲儿子一样，他把所有的医术都传给你，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瞧这男人小肚鸡肠的模样，哪里配得上我们小雅半分？我要是娶了小雅，我能像供神仙一样把她供起来。你秦昊一个穷小子上位，今天哪来的底气？是我们邱家的亲朕，保住小雅的孩子，要不然她再也当不了妈妈了。我很快就带她回来，你一定撑住。现在不是跟他们动手的时候，我一定要保住小雅肚子里的孩子，再带小雅去见岳父最后一面。别乱来！你滚！害我收了大冒险，还想碰我？秦昊，既然你不是来给我庆生的，那就立刻从这儿给我滚出去！记住，是滚出去！我当我们喝酒不要瞎眼！我太你妈的！你他妈拿什么开玩笑？你拿人命开玩笑？还有你他妈害死我岳父！我他妈让你生日，别地狱！明白，你没事吧？这，你疯了吧你？你还跟着苏明？你是不想过了？行啊，咱们就离婚吧。小雅，你爸在赶过来给你保胎的路上出车祸了，现在就在医院里躺着，你当真不去见他最后一眼？行啊，你还敢咒我爸是吧？我命令你现在立刻给苏明跪下道歉，不然我就把你咒我爸死的事情我告诉他。我还以为你骨头有多硬呢，这么快就跪下了。乔小姐不就是跟我们玩个游戏吗？自己不爽了就咒老丈人死，哼！亏乔先生还把你当亲儿子养呢。生米恩，懂米仇。乔主任到台就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啊！佳雅，你要是不信，就自己给医院打个电话。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骗你？行，问是吧？我现在就问。陈哥，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鼻子火辣辣的疼。
定是秦昊这个王八蛋把你鼻子打出问题了。走，我们去医院。哎，男子汉大丈夫，受点伤算什么？只要你亲我一口，我就不疼。不过我怕有些人会跳起来要我半条命。最后终究输给眼前，输给谣言，输给时间，输给未知明天。你说要一起到沧海桑田，情比金坚，蜜语甜言都没能如愿。等到秒针转过一，这就是对你冲动的教训，你可得好好记住这次教训。不然下一次我可就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帮你弥补过错了。这次都亲上嘴了，下次还不得上床了？乔雅，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当真不跟我回医院见你爸最后一眼？好，到现在还在咒我爸死是不是？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我好好告他一状。是，别生气了，气大伤身，更何况你还怀着孩子呢。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放了你吧。我也不想生日搞得这么晦气。看到没？这就是明哥和你的差距。人家被你打成这个样子了，还替你求情，而你呢，因为一个破游戏，你闹腾的要死要活。明哥，叫你的保安把他赶出去吧，不想再看见他。来人，等等，乔丽，这秦昊看起来有点不太对劲啊。不用管，他就是装的。我动手！陈少，乔主任去世了。对不起，对不起。秦医生，火化马上开始了，乔雅还没来吗？老乔生前最爱的就是这个闺女，这次也是因为她才出的事儿，她怎么敢不来呢？小秦呐，你赶快再给她打个电话。乔雅，你现在在哪儿？爸马上就要火化了，你快！一直来电话。乔雅正陪我在巴厘岛度假呢。已经睡过，别再来电话了。院长，火化吧，他不会来了。混账！这简直就是混账！秦昊，别愣着了，帮我拿上拖鞋。哎呀，还在为那天的事生气呢？你也不能怪我，你知道的。苏明他们那个圈子呢，都是有钱人，那玩游戏就是荤素不忌的。我要是玩不开，怎么混进他们那圈子呀？是不是？啊！你们玩游戏为什么要拉上我呀？是不是你们玩到床上，还得我跪在旁边给你们伺候着？你说什么呢你？
我跟苏明就是青梅竹马的朋友关系，我们要是真有什么，我至于给你生孩子吗？再说了，我生孩子你不关心我就算了，还一直在这闹，你就不知道哄哄我吗？哄你？一局游戏，一条人命。为了融入所谓的富豪圈，你亲手害死自己的亲爹，你哪来脸让我哄你？你有病吧你！我爸都一大把年纪了，你就不能嘴上积点德啊？看见没？这是我特意在国外给你买的生日礼物。我本来想着昨天就回来给你庆生，结果航班取消了。不过晚一天过生日也没什么吧？秦昊，你别给脸不要脸！我给脸不要脸，总好过你抛下尸骨未寒的亲爹，跟那个苏明、杜明月强吧？秦昊，你真是心脏看什么都脏。阿明说的果然没错，只要我怀了孕，你马上就会露出你的真面目。我露出真面目？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我说错了吗？阿明借着游戏替我试探你，结果你呢，不仅迟到，还给我下脸色。现在我过来哄你，你却不识抬举，还三番五次的咒我爸死。秦昊，必须给我跪下道歉！乔雅，你和野男人在外面好几天都不回家，还拿一个苏明不要的破烂来回来羞辱我，亲手害死自己的亲爹，现在你要我给你跪下，给你道歉？秦昊，你果然一点都不在乎我。苏明说的没错，就你这种人，就不配我给你生孩子。我现在就去医院打胎。乔雅，你要干什么？你知不知道爸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现在他头七都没过，你就要把孩子给打。我说了，你不配我给你生孩子，你不配。孩子没了，我也再没法完成爸的遗愿，这段婚姻也该结束了。爸，我来看你了。乔雅，就是这儿。秦昊，你有病吧你！我爸活得好好的，你不仅咒他死，现在还给他立碑，你就这么歹毒吗？不过就是打了一个你的孩子，你真是这么欺辱我爸吗？欺辱？乔雅，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你爸他已经……还有，你到底跟我爸说了什么？我爸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捣乱，苏明他姨奶奶错过最佳抢救时间死了。乔雅，你爸都死了半个月了，你不闻不问也就算了，现在他苏明一个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死了，你就这么上赶着污蔑你爸，你可真够孝顺。你给我闭嘴！我爸活得好好的，你爸才死了呢。乔雅，跟他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把这个假墓给我拆了，给姨奶奶腾地方。是。你看，别！乔雅，那是你爸的墓，
一个洞，那就是天打雷劈！你胡说八道什么？这根本就是你弄的假墓啊！没关系，我现在就帮你拆了，让我看看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骨灰。别！你会后悔的！你闭嘴！小雅，你现在知道了，爸他已经……你还真是处心积虑啊！先是弄了个假墓碑，又弄了个假骨灰盒，就你以为这样就能骗得了我吗？秦昊，你争不过我，就玩这种手段，你想让小雅愧疚，你还真是无耻啊！秦昊，我今天呢，就让你眼睁睁的看着我怎么戳破你的谎言。小雅，你别乱来，那是你爸的骨灰。胡说八道！乔雅，你在对你爸的墓做什么？乔雅，你在对你爸的墓做什么？你怎么砸了你爸的骨灰盒呢？院长，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可能砸我爸骨灰盒？我砸的呀，是这个混蛋咒我爸的假骨灰盒。你在说什么？院长，您还不知道呢。秦昊他非说我爸死了，弄这么个假墓，这么个假骨灰盒，他说什么是我害死的我爸，还有最重要，他跟我闹矛，非不让我爸接我电话，结果害死了我朋友的亲人，就这么一个冷血无情的人，你必须开除他呀！哼，秦昊，秦昊，这是谁干的？秦医生，你没事吧？没事，可是爸他……秦昊，院长还在这呢，你还装？院长，你看见了吗？这种人到现在都死不悔改，必须得给他开除，而且必须得让江城所有医院都封杀他。乔雅，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吗？乔主任已经走了，已经走了。院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哪个乔主任走了？还有哪个乔主任？你爸乔立德，你难道不认识吗？你什么意思啊？这真是我爸的墓？不可能啊！我爸活得好好的，他怎么可能突然就走呢？而且我还没有收到任何消息，这不可能！你没有收到消息，秦医生都不知道通知你多少回了，电话都打了多少，你还没有收到消息。乔雅，你到底在忙什么事？连你爸死了都不知道。
我们还以为你是因为保胎，一时接受不了乔主任离世，所以才没有参加他的葬礼。没想到，不可能！我爸怎么可能突然就走了呢？不可能！景浩，你到底给了他们多少好处？你让整个医院都来陪着你演戏，你到现在还在咒我爸死，你就不会遭报应吗？你就不会遭报应吗？小雅，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这个不孝女！爸为了女儿死，下葬你不来，你去跟你这个白月光去度蜜月，现在还跑到这个墓前发疯。乔雅，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呀？宝贝，没事的，他们肯定是在骗你。等我打个电话，一切都会水落石出啊！阿明，我就知道，在关键的时刻还是你靠谱。乔雅，你爸为了给你保胎死在了路上，你连他最后一面都不愿意见吗？你就是为了给这个苏明当小三儿吗？你什么意思啊？字面意思。你难道不知道苏家少爷和梁世谦已经订婚了？你当着我们大家的面搂搂抱抱，你真的一点脸都不要了吗？你胡说！我和阿明只是青梅竹马的朋友关系，是你们心脏了，所以你们看什么都是脏的。我们是清白的，你们休想污蔑我！你们休想污蔑我！不用再跟他争论了，真相即将大白，你会后悔终身的。你少胡说！我唯一后悔的事儿，就是嫁给了你这么个满口谎话的混蛋，到现在还在咒我爸死。待会儿我让你跪下，给我道歉！苏少，事情已经查清楚了，乔雅他爸在你生日那天死了，就葬在和你姨奶奶一个墓园，你想想怎么安慰乔雅吧。小雅，你别急，肯定是这个混蛋弄错了，我再让人查一下啊！我真的害死了我爸。金浩，我爸为什么会死？苏明生日那天，我不是告诉你了，你爸在给你保胎的路上死了。我那天叫的明明是你，你为什么让我爸过来？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呀？为什么死的不是你？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突发阑尾炎，躺在手术台上。电话是爸接的，爸担心你保不住孩子，再也做不了妈妈了，所以就不管大冒雨，火急火燎的跑到会所。爱女心切，他甚至都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不舒服，不叫救护车。可你呢？你都做了些什么？不是这样的，我只是跟阿明玩了一个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我只是想试探你的真心而已。试探真心？你和你的青梅玩试探真心的游戏，用的是你亲爸的命作为代价，现在你满意了？小雅，你别碰我！乔雅，你冷静点儿，你爸没了，你还有我呢。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你不是说要给我生孩子吗？啊，咱们多生几个，一定可以抚平你的创伤。
想的可真好啊，可惜你再也生不了孩子了。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再也生不了孩子了？你的阿明带你去医院的时候，医生没告诉你吗？还是说你们当时只顾着亲亲我，我压根儿就没管这些呀？不可能，不可能！我只是留了个孩子，我怎么就做不了妈妈了？凭什么？阿豪，我知道你喜欢小雅，但有件事儿我必须跟你说清楚。早些年，小雅的母亲去世，她由于过度悲伤，大冬天的去跳河，落下了病根儿，导致她无法再有身孕，即使怀上了孩子，也很可能保不住，会流产，到时候就无法再生育了。你知道了这些，你还确定要娶她吗？说，我不在乎。再说了，难怀孕又不是绝对怀不上，只要她怀上，我一定倾尽全力保住她跟孩子，让小雅实现当妈妈的愿望。好孩子，小雅就托付给你了。爸临终的遗愿就是让我保住你的孩子，你却为了这个野男人毫不留情地打掉孩子，甚至到现在还在这装鸵鸟，逃避害死亲爸的责任。我真替爸感到不值。你别转移话题，你给我说清楚，什么叫我再也当不了妈妈了？你说清楚！乔雅，我是真没想到，都到现在了，你不是问自己为什么亲手害死了你爸，而是问你自己为什么当不了妈。可能原本你就是这么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这一切都应该以你为中心。你这么自私，你应该不知道爸有多爱你吧？他知道你喜欢孩子，所以一直瞒着你很难做妈妈的真相。在知道你怀孕之后，爸又像个孩子一样，开心的手舞足蹈。所以，就在知道你可能会流产的时候，爸不管一切，火急火燎的就要跑到会所给你保胎，甚至临终的时候，都一定要让我保住你这个孩子，就是怕你再也做不了妈妈了。不可能！你觉得我还会再相信你的鬼话吗？我一定还会怀孕的。你可以不相信我呀，反正我说什么你都不会信。就像我说是你亲手害死了你爸一样。你闭嘴！阿明，他们都在骗我，对不对？没错，他们肯定是在骗你。小雅，我们会有孩子的啊，会有的。够了！当着爸的面，你们还在这卿卿我我。乔雅，你还有没有心呐？老乔啊，你说你一辈子救死扶伤无数，可是临了却落得如此的下场，还是被自己的亲闺女作孽呀！秦昊，这一切都怪你。说什么？怪我？对，都怪你！要不是你一直妒忌阿明，你消耗了我对你所有的信任，那一天我怎么可能会不相信你？还有，你有什么资格把我爸火化？你有什么资格不让我见他最后一面？甚至连他葬礼都不通知我。乔雅，
要不再好好想想你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我进了会所，第一句话就是开门见山，我求你跟我回医院去见你爸最后一面。可你呢？你为了取悦苏明，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秦昊，事已至此，你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我知道，因为那天的玩笑，你现在还在生气。可小雅说的没错，叔叔去世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该瞒着我们。你为了出气，让他们父女俩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这是一个男人该有的胸襟吗？你对得起栽培你的岳父吗？我真的不明白，这么一点小事，你要闹成这样。这事情闹成这样，该不会真的因为秦生争风吃醋吧？秦昊。那天是我不对，我不应该拿着孩子去玩游戏。可你也不能因为这个事情，你就拿我爸惩罚我。你明知道这个孩子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我要是真觉得不舒服，我会第一时间叫救护车的。我们都没想到这么拙劣的借口还有人会信。还有更重要的是，这个玩笑我是跟你开的，你不应该做手术不告诉我，你要是早一点告诉我你在做手术，我就不会去跟他们玩这场游戏。如果是你接电话，我爸可不会出事儿，所以这一切都怪你。小雅说的没错，你就是今天这场闹剧的罪魁祸首。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小气的男人，因为吃醋把一场误会弄成真。哈，乔雅，你不敢面对你亲手害死亲爸的事实，推卸起责任来却是越说越顺了。秦昊，你不用在这狡辩，就是你害死了爸。你害死爸还不够，你还偷偷把爸下葬，用这么残酷的方式惩罚我，你很开心是吗？秦昊，你们小两口闹矛盾，为什么要扯到你岳父身上啊？乔雅，她是有不对，但她毕竟是老乔的女儿。老乔，你走时身边连个后人都没有给你送终的呀，太可怜了呀！是啊，明明有亲女儿，却都没有人送终。乔雅，这就是你对你爸做的好事。乔雅呀，乔雅，我是真不明白，你是怎么能看着张院长收集被你扬掉的骨灰，你却还在这推卸责任？都别过来！谁敢动你一下，我马上报警。秦昊，你不用在这装受害者，害死爸我是有责任，可你呢？你不是说爸的遗愿是保住我的孩子吗？可你又做了什么？是你让我寒心到不想留下孩子，是你辜负了爸的期待。你不是想狡辩吗？我给你这个机会，让所有人都评评理，这一切到底是谁的错？好啊，既然你到现在都不知错，那我就祝你求锤得锤。这是我在医院里做手术的视频。我不告诉你，是跟爸一起商量决定的。我们不想因为一个小手术而让你担心。我醒来的时候，爸就已经出事了，他求我过去给你保住孩子，所以我就不顾医生阻拦，我直接去找你。可你呢？你怎么会有这个视频？怎么？敢做不敢认？看你们在会所里喝交杯酒、热吻的样子，哪有半分的不舒服？我担心会影响你跟孩子的状态，我一点都不敢生气。我求你，
跟我回医院去见你爸最后一面。可你呢？你不仅不信，还为了取悦苏明，说我在他生日面前找晦气，当着众人的面逼我下跪，扇我耳光，却都不问一句自己亲爸到底怎么了。甚至我让你自己打电话给医院求证，你却只关心苏明的鼻子疼不疼。可怜爸到死的时候都在担心你，担心你再也怀不上孩子了，担心你也再也当不了妈妈了。我想给你把脉，确认你跟孩子的状态，你就纵容苏明来打我。我不得不告诉你，爸已经死了，就死在给你保胎的路上。爸一辈子都在担心节律，最后连命都没了，却都换不回你最后看他一眼。不是，是你没告诉我，对，是你不告诉我的。是我没告诉你，你错了，是你自己不信。你甚至把刚从手术台下来我一脚踹到腹腔出血，差点没命。可你却跟他们说我是装的，还让苏明的保安把我像丢死狗一样丢在暴雨里。我从医院醒了，我执着的联系你，可你却把我拉黑了。我不死心，我又拿同事的手机联系你，就关机了。你就一心只想和你的青梅竹马到玻璃岛去度假。医院规定，尸体最多只能存放2周。大家都问我，为什么不让爸入土为安？我为了你的面子，我只能把爸下葬。因为如果大家知道，是你为了讨竹马欢心，用游戏害死了亲爸，连后事都不给他处理，那爸死都不得安心。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这半个儿子给爸一直料理后事，流程我都拍下来发给你了，死亡证明、墓地照片我都发给你了。可你呢？你到现在都在把我拉黑，是我不告诉你吗？最可笑的是，你玩开心了，回来让我不收下你这个垃圾，你就不满意。我讽刺你抛下尸骨未寒的爸爸就出去玩，你摔门而出就把孩子给打了。不是的，我让你别说了，你听不见吗？你别说了。说实话，我本来以为你今天来是知道爸已经死了，后悔了，来给爸道歉了。可谁知道，你是来给爸挖坟扬灰的，挖坟扬灰的。我本来不想说这些，想在爸的面前给你留下最后一丝体面，可你步步紧逼，逼得我一定要把真相公之于众。现在你满意了？求锤得锤，千夫所指，满意了吗？对不起，是我错了，我错了。道歉有用的话，还要执法队干什么呢？院长，报警吧，就以寻衅滋事的罪名。院长，报警吧，就以寻衅滋事的罪名。秦昊，你敢？秦昊，你不能报警，爸已经没了，你难道想让我也坐牢吗？啊，我不报警可以，那你告诉我，爸最喜欢什么花？你问这个干什么？我怎么知道爸喜欢什么花？你当然不知道了，你只知道你竹马的喜好。那我告诉你吧，爸最喜欢的是茉莉白梅，花语是
宋君茉莉，愿君莫离。茉莉白梅是妈生前常送爸的花，也是他们的定情之花。连这个你都忘了，还在爸的坟墓前把花踩成了泥。就你这样的不孝女，我凭什么放过你？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想融入富人圈子而已啊！我早就告诉过你，苏明的圈子非富即贵，融不进去就不要强融。你仗着和苏明是青梅竹马，就要攀高枝，跟他玩暧昧。不是的，不是的，秦安，我和苏明是有分寸的，我和苏明是有分寸的。是吗？你所谓的分寸，是拿我和孩子的性命开玩笑，进而博竹马欢心，还是说你亲手害死了自己的爸爸，把爸的尸体粗毒扬灰？乔雅，你错的也太离谱了！你爸妈在天上看着有多寒心呐！不要！不要！找不到了，都找不到了，再也回不来了。小雅，这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你爸他不会怪你的。真要说，这一切都是因为秦昊，如果没有他，你也不会痛失亲人。给我闭嘴！乔雅，我好心安慰你，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好心安慰，要不是因为你，这一切都不会发生。那是你自己犯贱，关我屁事！好了，既然这里不需要我，那我就告辞了。站住！你的人砸了我爸的坟，你就这么走了？你别搞错了，墓碑是你亲自砸的，我的人只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帮你递工具。骨灰也是你扬的，骨灰盒更是你自己砸的。我们不走，难道留下来看你哭丧啊？苏明，你怎么能这么和我说话呢？你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和我说过话。我说错了吗？你自己犯贱，你能不能别带上我？乔雅，你敢打我？你是不是不想混了？立刻让你的人给我爸道歉！还有，他们刚刚打了秦昊，也必须道歉！到现在你还是不明白，高高在上的苏家太子爷不过是拿你当做消遣的玩物。我们故意伤人！乔雅，你别忘了，是你让我来帮你撑场子的，要不然我给姨奶奶送完葬，早回家里当大爷了。我犯得着带着人来这里出丑吗？现在人也用了，哎，坟也挖了，你一句挖错了，就想让我的人道歉。你是觉得我苏家的人用起来是免费的，还是觉得我苏家的律师是吃素的？苏明，我们怎么会这样？我们之间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是你先过河拆桥的，
那就别怪我翻脸。道歉，还需要吗？青浩，我错了，我没想到苏明他会那么混蛋。要是没有他，我爸也不会出事儿，我也不会留到你的孩子。原谅我好不好？原谅，乔雅。这世上不是所有错误都值得被原谅，也不是什么错误都能被原谅。不是的，不是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也是被骗了呀。被骗？你到现在都不觉得是自己错了，还不断试图让别人给你背锅垫底。可惜这世上可能给你垫底的只有2个人，一个死了，另一个死心了。秦昊，你到底怎么才能原谅我？你自己去求爸原谅吧，我没资格替他做主。爸，我错了，我错得太离谱，我早该听你们的话，远离苏明他们那些人。是我贪图上层圈子的荣华，是我花了眼，是我黑了心，我罪该万死。可你就这么走了，我以后可怎么办呢？乔雅，你到底是有多自私，才会在这个时候担心自己啊？秦昊，秦昊，你等等我。乔雅，咱们离婚吧。你说什么？离婚？我已经通知律师起草离婚协议书，晚点寄到你。秦昊，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爸生前把我嘱咐给你，结果你转过头来要跟我离婚，你对得起他吗？爸嘱咐让我保住的是你的孩子，现在孩子没了，我也失信于爸，所以离婚吧。不行，不行，我爸已经走了，你已经失信于他了。你这个时候再抛弃我，你怎么对得起他？乔雅，到这一刻我真是无比后悔，为什么会爱上你这么一个天真至极的女人？秦昊，你别说气话，
你当时爱我不就是因为喜欢我的天真无邪吗？可是害死了爸和我们肚子里的孩子，也是因为你的天真。不是的，星豪，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去见苏敏了。你原谅我，我爸已经走了，你不能再抛弃我。不同意也没用，不同意那我就起诉离婚。喂，张律师，不用你草离婚协议了，我准备起诉离婚。我不同意，青豪，我爸才死你就抛弃我，你怎么这么没良心？而且，你当初说好爱我一辈子，你是骗我的吗？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就知道，青豪，你还是爱我的。你那么爱我，你怎么会？乔雅，人心不是一天凉的。从你白月光回国的那一刻，从你用玩笑害死爸的那一刻，从你用不管我身体把我丢向暴雨的那一刻，我的心就已经凉了。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你不是知道错了，是怕了，怕再也没有人给你垫底了。青豪，这一切都没完，绝对不可能答应你跟我离婚的，绝对不会。爸，虽然你不在了，但是我一定会把你的艺术发扬光大。乔雅不要我们救，我们可以去救千千万万为生育而困难的妇女。金生，不好了，外面来了很多人，把咱们医院都围了，正在大张旗鼓的声讨你。什么呢？这是医院！呸！你还知道是你们医院？救死扶伤的地方，怎么收拾这种人渣？我看你们甩手一望，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怎么回事？渣男！你个抛妻弃女的人渣，你又敢做没男人吗？渣男！渣男！渣！你妻子为你生儿育女，你没保住孩子也就算了，还害死妻子的父亲，甚至嫌他没用，将他抛弃。秦昊啊，秦昊，你真不是个东西啊！对，你这个渣男，你怎么不去死啊你？去死！去死！去死！你说什么呢？秦医生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情？我知道了，乔雅，出来吧！我知道是你散播的谣言。老公，对不起，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上网求助网友的。老公，我求你，你别抛弃我好不好？滚！看看他这个人渣，都把这个小姐姐逼成什么样子了！到现在了，秦小姐还想着挽回他，这么深情的女人被他这么残忍对待，伤得这么深，渣男，你怎么不去死啊你！乔雅，你以为你用这些伎俩就能让我改变心意？老公，我知道我以后不能生育，对你来说已经没用了。不过，我爸死前把我交给你，你不能不管我呀。小姐姐已经不能生育了，这个人渣还要当你妻子吗？见过渣男没见过这么渣的渣男，这哪里还是什么渣男呀？这简直就是畜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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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雅，
看在爸的面子上，我最后给你一次体面的机会，带着他们离开。老公，我真的不能没有你，你别抛弃我。给脸不要脸是吧？干嘛呢？你们都被骗了，真相在这儿。不要！乔雅，你闹够了没有？可是乔小姐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被抛弃的无辜女人，没想到是个天大的不孝女，杀了自己的亲爸还不够，砸了亲爸的墓，扬了母龟，现在居然还倒打一耙。不是这样的，我没有做过这些，我也是被骗的呀！秦昊，你为什么要把这些都揭露出来？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我会身败名裂的！所以说，我就应该任由你污蔑我，哪怕我手握证据。乔雅，你是不是真把我当你舔狗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对我百依百顺，你以前……你也说了，那是以前。李医生，叫保安把他带走吧。不行，你不能这么对我，秦昊！乔雅，咱们法庭上见。秦昊，我从小就没有了妈妈，现在也没有了爸爸，我以后也不会有孩子了，你就舍得这么把我抛弃吗？舍得。不，秦昊，我知道错了，我只是想和你重新开始，我求你了。秦先生，夫妻宜合不宜离，况且人家陪伴你这么多年，是你的结发妻子，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法官大人，请允许我陈述我的离婚理由。这女人可真不要脸。是啊，都做到这步了，还有脸说不离婚？不是的，秦昊，你相信我，我还是爱你的。只要你原谅我，我们就一定可以从头再来的。乔雅，能让我原谅一切，从头再来人都死了。我们之间横亘的不只是2条人命，更是无尽的屈辱。法官大人，我的陈述完毕了。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诉请离婚理由成立，并以女方为婚姻主要过错方，判处女方净身出户。闭庭。秦昊，你为什么要让我净身出户？你明明知道我已经活不下去了。你有手有脚的，为什么活不下去啊？我来帮你说吧。你已经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所有人帮你打点好一切，你安心做公主的日子，所以没办法接受现在的生活，对吗？乔雅，你就像是一只寄生虫，没有人再让你吸血，你就活不下去。更讽刺的是，无论是我还是爸，都是因为你自己作孽才离开。秦昊，是不是我跟苏明彻底断绝关系，你就能原谅我？那和我有什么关系？秦昊，那和我有什么关系？都怪你，要不是你，我爸也不会出事儿，秦昊也不会这么对我。
要是没有你，一切都不会发生。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妹。秦少，你真的决定要离职，到农村去当个赤脚医生啊？这一直都是我爸的心愿，只是为了照顾小雅没办法。我决定帮他实现这个愿望，去帮助万千生育困难的妇女。好吧，既然你心意已定，那就去吧。秦医生，刚刚接到消息，说苏家少爷苏明遭遇了重大车祸，人已经没了。乔雅干的吗？是，说来也是造孽。本来苏明送过来的时候还有一口气，但是能救他的手术，只有乔主任能做。这就是因果循环，报应。对，就是报应。当初啊，要不是他插上一脚，那乔主任就不会死。他也算是个帮凶。对了，秦医生，乔雅已经被逮捕了，他的律师联系到咱们医院，说想见你最后一面。好，就做个最后的告别吧。你终于来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看我的。你知道吗？我杀了苏明，他死了，以后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我们重新在一起了。他怎么了？可能是受刺激太大，精神出现了点问题，我们正在找专家鉴定。如果鉴定出来会怎么样？应该会移送精神病院。这人也是造孽，他下半辈子不是在监狱里面过，就是在精神院里面过了。报应。你放开我！我已经和苏明断绝关系了，我绝对不会再和他来往了。我们可以复合了呀。乔雅，我们不可能复合了。另外，我再纠正你一点，我今天不是来见你的，我只是带爸来见你最后一面。今日一见，前尘往事烟消云散。